大家好，我是桑青林，我是刘志明，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台股大跌过后，资金挪移该如何卡位布局，以及回复上一集财团们的留言，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到最后。最近股市大概跌了 4%， 有一点大幅回档的感觉。有人说是因为川普投顾的影响，然后也有人说是因为涨多拉回啦。志明哥，你是怎么看这次从美国到亚洲股市其实都出现全面回跌的现象？其实这次主要还是涨多回档啊，毕竟它离那个季线或年线都其实蛮远的。简单以台积电来讲，它今年几乎从500多块涨到1000多。那当然现在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有些变化，所以看起来那个资金现在也不知道说到底要压这个川普呢，还是压贺锦丽的部分。所以说高档的部分有些就会先撤出，等到局势比较确定的时候再布局。那一般估计可能会调整1-2个月，应该是有机会，但是短线跌深的电子股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但是反弹上去，因为上面其实还是有套牢的量，它需要一些消化，所以说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反而是一些基期或是今年没大幅上涨公司，如果它业绩还不错的话，其实就有机会吸引资金暂时去那边卡位。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多头的行情的时候，其实回档的时候，就是逢低布局的好机会，跟那个大空头是不一样。大空头当然是资金要避开嘛，等待落底完成之后再布局。但是现在因为从总体经济数据解读的话，现在其实仍然是属于多头的状态，它只是涨多修正的情况。所以志明哥，我们就要聊一下最关注的台积电。很多小股民想要问说那现在跌破1000块是该加码吗？或是你觉得什么时机点布局是最好的？我觉得台积电今年应该赚40块应该是会达标，然后明年大部分股都50块左右嘛，那看起来它其实还是一个高成长的公司。那短线因为国际局势不好，当然外资卖台股也卖了2000多亿嘛，其实对台积电就是最大的全指股，但是我觉得台积电接近季线，比如说是910几块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点止跌味道，看起来它反弹也都几乎站在季线之上。那大家觉得是说多头的时候回到季线可能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但是你也不要轻忽这是国际调整上的一些，你不要一次就投下去，你可能就是接近季线的时候，比如说1/3如果不小心跌破季线的时候再买1/3，然后你也不要彻底你不要当那个去接盘，对，等它又站回季线的时候，反而在这里加码，这是比较安全的投资的方法啦。我觉得台积电衍生的这些公司，就像我们前期有讲到的是营建股，可能是大家可以去特别注意的部分。那因为营建股，因为我最近有更新去看房子超级贵，都超级贵，贵到你吓死人。然后对，5000万的房子你今天看完，明天就被人家买走了，这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啊！但是市场行情就是这样，对，所以因为新青安说把那些比如说1000万左右的房子垫高，然后卖房子又要抽45%的税嘛，所以等于是供给会变少，需求又变多，所以说其实房价就涨到很离谱的状态。就像前几天有个新闻，就是我台北的万华的一个房子，每坪售价到118万了，所以说台北市的新房子应该几乎快要没有100万的以下了，所以说这是非常恐怖。所以那当然营建股，因为不管是台积电在中南部的投资这些受益的话，其实它可能会好个不算短的时间啦，所以说股价是相对强势。那除了营建股外，就是像比较没有涨的，像那种食品餐饮那我们看今年那种台湾内需 GDP 是现在都调到 3.8， 所以说台湾 GDP 其实是向上成长的。那除了 GDP 成长外，内需其实也慢慢的增加。餐饮去年疫后已经复苏还不错，但是它其实还在创新高，很多公司的营收都是在创同期新高或是历史新高的状态下，营收尤其在你从现在起8月8号88节嘛，然后中元节中秋节其实都是传统这些节庆的旺季。那当然你不管是7月营收、8月营收、9月营收都有机会创新高的状态下，资金从高档的这种科技股
测出的时候，它可能短线有部分会卡在这种比较没有涨到的未来营收有可能创新高的这些公司里面。那像餐饮食品就可能是一个布局的一个产业。对，没错。其实刚才志明哥有想要营建股，其实我们上一期716期财讯双周刊就有特别报道那个南部的建商嘛，营建股的大涨，某种程度它也算是台积电的供应链。没错，对，因为台积电现在因为要扩厂嘛，然后要到处盖CoWa市场。这一波最强的是在高雄的营建股。那为什么？因为像88的那个财务长他有讲说，其实台积电一个员工会带7到8倍的客源，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供应链也要去那边，长辈也要去那边，育儿的这些幼稚园什么公司的员工可能也要在那边。所以为什么这次最强还是在高雄的营建股跟高雄建商？原因就是在这部分。反正台积电只要去投资的地方，毕竟它一年300多亿美金的这个投资嘛，其实不会比台湾的政府投资的要少了。所以说这部分可能还是大家可以去卡位的部分。只要这一波 AI 的热潮持续不断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所以说这时候反而是应该去研究哪些公司是值得布局的一个时间。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因为大型的科技股的资金撤离出来，反而其实这波营建股仍然是继续创新高，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也来补充一下，很多中小型股其实是可以注意的。财讯双周刊就统计一个，就是从市值低于100亿的中小型公司，然后利用殖利率超过 10%， 股价这一波要站在季线之上的小型股，提供大家做参考。像我们第一档就是刚除权息的星象，除权完然后就直接第一天是涨停板，然后配息都非常好，今年更是大相送，一股配一股，再配35元的现金，就是很强调说我的业绩非常好，敢配这么多。当然是从星象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刚才符合我们那些条件的，其实投资人都可以注意。像我们找到几家绩优股，像敦吉的上半年毛利率也有 26%， 然后上半年就可以赚 2.9 元，配发现金股息是4元以上，它是刚出完息，投资人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可能会展开一些填权息的动作，所以投资人可以多注意哦。最后就是还有一个最近最热门的巴黎奥运，所以相关的一些运动题材其实最近都也相对抗跌，因为这些股票其实基本上之前都没有动嘛，所以只要一点点的资金流入，其实他们表现都不错。想到奥运就想到艾尔达，其实艾尔达也算是高配息的概念，也有赚5元以上，然后配发很多，所以投资人可以注意。那志明哥，我现在问一下，就是像那种便利商店这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也没有人在讨论了？是不是也值得注意？其实你看台股修正，你看统一超其实股价是蛮强的哦。我知道，因为暑假大家跑去买冰吃，超热，然后买，因为现在气候变迁嘛，其实有一传闻说夏日会变成7个月啊，所以说你那冰品的那种相关的这种商机其实蛮好，像比如说饮料好像包材的那种红泉，股价也是相对是强势，对，而且它其实有新厂在盖嘛然后越南跟东南亚都有新厂在盖，其实它长线也是一家稳定获利的好公司啊。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注意是像85度 C 的美食 KY 嘛，最近有宣布它又在中国把那个店面关掉。85度 C 在中国的这个门市大部分都是亏钱的，那感觉上营收可能会掉，大家会害怕嘛。但是你可以观察它公布营收下降，股价不跌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亏损，关掉门市是不是亏损就减少，它的获利是会上升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台湾的门市也是稳定的往上走，再来就是它在美国布局已经好多年，那美国的相关的那个营收其实已经占它 44% 左右，也尤其现在美国的市场比较强劲一点，所以说如果85技师公告这个营收下降，股价不跌，其实你可以预测它未来的获利都可能持续往上走，其实反而是一个很不错的那个布局的时间点。好的，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台股大跌过后资金挪移该如何卡位布局，就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7期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上流投资术第101集财团们的留言。上一集我们的主题是台积电揪团练兵，3大族群寻找下一个明日之星。第一位频道会员框框他说，美国总统大选对股市带来的影响，我先说好了自从川普耳朵被扫到之后，
就从那天开始股市就崩盘了，所以代表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之间对于重大的经济议题不是这么的相同，像这几年半导体会这么想，主要是因为民主党阵营其实是蛮支持半导体这一块，所以以台积电为主的相关供应链表现得非常强势。当初川普他不是说什么台积电都把美国人的工作都抢光之后，整个半导体就表现得非常不好，所以其实有明显的差异，也导致这一次那个跌势蛮严重的。没错，因为大部分的大户其实对美国选举都会有疑虑啊，只是说本来他们觉得，比如说11月选举嘛，可能你在8月的时候去调整就可以了，就没想到川普的声势大涨，让大家觉得先调节一下，看一下局势以后才慢慢卡位。但是大部分就是反正美国选举的上半年期股市就会涨嘛，那下半年就开始会有一些造势嘛，可能会对一些产业的一些变化，所以说会调整。对，没错。好的，那第二位频道会员萨卡班贾云，他问我们说 CPO 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的营收，但是股价好像都涨得蛮多的，他不知道 CPO 的真正出货有没有大概的时程表，或投资人要看到什么讯号再进场会比较安全。的确啊，我觉得 CPO 是台积电在那个北美论坛的时候他有提的一个概念，其实真正营收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真正在做，所以他提了这个概念之后，大家会去相关的布局。至于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开始落成，的确还是要看台积电的进度啦。因为台积电如果都做不出来，应该其他厂商也比较不容易做出来。但只是他提的这个概念告诉大家说，光通讯这个地方要大幅的升级。因为在算力这一块已经跑得很前面了，其实光通讯对照起来反而蛮落后的，是在涨这个，反而不是真正在涨 CPO。其实应该说 AI 伺服器它要算力要大幅成长，除了晶片算力要提高以外，你要让它顺畅，其实的确 CPO 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啊，对。那当然，你这时间点为什么台湾的 CPO 的公司的股价会那么强势？因为有一批很有 guts 的年轻人做一些梦想题材的布局，那他看好他会就重压，然后用各种方式把他的股价都推得很高。所以说短线像这种公司布局，你不能看它营收的成长，你只能用技术线型的方式去看，因为那些笑脸啊，其实今天看好，也许明天就卖了。所以说这种有时候是一个气势，如果气势好，它会一直往上跌；如果气势不好，它也会一直往下修。所以说这部分以技术线型去布局是比较安全一点。那跌破支撑，你当然就是要么停利或停损。这是一定要做到，而且有实力的笑脸仔，对他们来讲，停损停利是一种像呼吸一样的。你如果要布局这种梦想题材的话，你也要跟他们同样的 tempo， 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获利。对，其实志明哥意思就是说，比较梦幻的题材的话，不是在观察基本面，真的是以技术线型作为进出的考量点。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7期，里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上流投资术，我们下次见，拜拜。